Hello， 我是小林。今天呢，咱们来聊一个有意思的民间传统故事，叫做日出之前，是我小时候听过的，特有意思。传说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有个叫槟榔屿的小岛，岛上住着一家人，爸妈带着哥俩，一家4口。日子嘛，不算富裕，但也过得下去。后来爹妈都去世了，就剩下哥哥和弟弟相依为命。结果这哥哥特别贪心，直接把家里的农田啊、房子啊全占了，就给弟弟分了屋后面的一棵老榕树和一条破船。冬天来了，弟弟又冷又饿，实在没办法，只好把那条破船给卖了，在榕树底下搭了个草棚住。可没过几天，卖船的钱也花光了，心想只剩下这棵榕树能卖了。想着想着，就坐在树下哭了起来。这时候忽然飞来一只大雁，停在树梢上问他：小弟弟，你哭得这么伤心，怎么了？弟弟就把自己的事儿说了一遍，还说：唉，我只好把这棵树砍了卖掉，不然真活不下去了。大雁听完跟他说：看你这么难，我来帮你吧，请你千万别砍这棵树，这是我每天晚上休息的地方。他让弟弟准备个口袋，第二天带他去一个叫珊瑚岛的地方拿银子。弟弟又惊又喜，谢过大雁之后，赶紧回草棚缝了个布口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弟弟拿着口袋出来，大雁已经在树上等着了。他让弟弟趴在他背上，特别嘱咐飞的时候千万别睁眼，咱们得快去快回，不然太阳出来我们都会晒死的。弟弟赶紧点头答应。大雁就背着弟弟飞过大海，来到了珊瑚岛。弟弟一睁眼，哇，整个岛居然全是银子，闪闪发光。他赶紧拿出口袋装银子，心里还记着大雁的话：快装快走。果然在太阳出来之前，大雁带着弟弟平安回到了原地。有了这些银子，弟弟买了粮食、种子，添了牛、农具，还盖了新房子。他每天勤劳干活，省吃俭用，日子渐渐好起来了，再也不用挨饿受冻了。时间久了，哥哥发现弟弟不但没穷死，还越过越好了，觉得特别奇怪。这小子哪来的钱呢？偷我的？不能啊，我也没那么多钱呢。不行，我得问问。他就跑去弟弟的新家，假装关心地问：老弟呀，爸妈走得早，哥哥我呀也没照顾好你，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啊？弟弟老实啊，也没多想，就一五一十的把大雁帮忙的事儿全说了。
哥哥一听，心里立马打起了算盘。第二天傍晚，哥哥就拿着斧头到大榕树下，装模作样的大哭起来。大雁听见了，飞出来问：小弟弟，你为什么哭呀？哥哥照着弟弟的话说了一遍。大雁就说：那你明早跟我去珊瑚岛拿银子吧。哥哥高兴坏了，跑回家连夜缝了个超级大的口袋。他太兴奋了，等不及了，就带着那个特大的口袋冲到榕树下，大喊：大雁大雁，该走了。大雁带着他往珊瑚岛飞。一到岛上，哥哥看见满眼白花花的银子，眼睛都直了，拼命往口袋里装。大雁在旁边催他：快点儿，太阳要出来了，快点快点。可他好像完全听不到，只顾着往口袋里猛塞银子。他呀，恨不得把整座岛搬走。眼看着天边越来越亮，大雁没办法，只好自己飞走了。哥哥不停地装，终于把那个巨大的口袋塞满了。他心满意足地转身想找大雁。就在这时，太阳出来了，阳光照在满岛的银子上，瞬间温度飙升，热浪滚滚。太阳升起来了，珊瑚岛又恢复了寂静。后来呀，听说月圆的时候，好像还能看见岛上有个影子，背着老大一个口袋晃悠。弟弟门前那棵大榕树倒是越长越旺。那只大雁呢？有人说它去了更远的地方，接着帮人去了。其实我老琢磨贪心这事儿吧，谁都有点，不光在故事里。就说我跟我妈有一次去一家豪华自助餐厅，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这也想吃，那也想拿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因为拿了太多，到最后根本不是享受，就剩一个念头：下次再也不这么拿了。和故事里的哥哥一样，都是贪婪惹的祸，觉得不拿就亏了，结果反而亏大了。说到这儿，我特好奇，你们有没有这种因为拿多了而后悔的经历？不光是吃啊，比如逛街、网购，买了一堆以为有用，但是到过期也没用上的东西。来评论区唠唠呗，我特别想听你的版本。那咱们留言里见，拜拜。